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一夜之间，喜欢田曦薇的都沉默了，不是她状态崩了，也不是造型翻车，而是她在亚洲内容大赏上台领奖那一刻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一个明星在15秒直播里悄无声息地化解一场红毯危机，比任何精心策划的公关稿都管用？2025年10月，田曦薇在红毯上弯腰稳住滑落的礼服，抬头一笑，镜头全程在线，狼狈被留在死角。15小时后，造型团队发出2000字致歉书，连续4次强调安全，却只提一次美观。田曦薇只甩下一句"别让艺人替衣服背锅"，舆论瞬间转向。这还没完，2026年6月20日，他又在釜山亚洲内容大赏上凭借706.79万票断层斩获人气奖，3语感言惊艳全场，却偏偏在领奖镜头里被拍到脸黑了。一度不是状态崩了，不是造型翻车，而是灯光师没走心。他到底凭什么一次次从争议里翻盘？先说那场直播事故。2025年10月的红毯上，田曦薇的高定礼服突然滑落，换做别的艺人大概会慌乱遮掩，但她只是弯腰稳住，抬头一笑，全程没让镜头捕捉到一丝狼狈。15小时后，造型团队主动发了2000字致歉信，列出加衬布、缝肩带、贴防滑胶的操作流程，4次强调安全，只提一次美观。网友直接盖章有担当，田曦薇更是轻描淡写一句"别让艺人替衣服背锅"，直接把舆论重心掰回责任方。这种处理方式不是巧合。你看这几年红毯事故，从裙摆被踩到高跟断跟，明星团队要么装死，要么甩锅，最后都被群嘲。他不走寻常路，用主动认错灭火，反而收割了好感。这件事说穿了就是，观众不是爱看笑话，而是想看到被尊重的专业和真诚。到了2026年的直播事故，事情就更荒诞了。4月8日，田曦薇刚切进直播间，灯光一打，裙摆一扬，粉丝刷屏美疯了。可第14分32秒，画面突然黑了，不是卡顿，不是掉线，而是平台后台直接熔断。理由冷冰冰甩出来，服装暴露度超出安全阈值。他低头看了看自己勒出3道红印的肋骨，摸了摸后背胶带撕下来的皮屑，没说话，只把麦克风调低了半格。这不是第一次了。去年 Q3 的直播合规通报里，平台发过一份内部灰名单，列了17款高危群型，只有几行模糊描述。肩带间距小于8厘米，腰臀比压缩超1.8倍，背部成立点偏离脊柱中线。造型师们管这叫盲拆炸弹，每次上身前的先拿软尺量3遍，再用医用胶布在腰侧、后背、肩胛骨下缘贴出临时支撑点。田曦薇那条裙子就是靠5条宽2.5厘米的钉子胶带，硬生生把腰围从59压到54，袖口内衬还缝了2片医用记忆棉防脱肩。可没人告诉过他，胶带过敏反应会在直播后4小时爆发，背上起了一片密密麻麻的小水泡。收工已是凌晨1点17分，田曦薇没卸妆，直接裹着羽绒服坐保姆车回酒店。绕去24小时药房买了支炉甘石洗剂，瓶子还拎在手里，手机亮了。品牌方发来下一场直播的 brief， 首页赫然标着视觉冲击力优先级 S 级，附件里第3页是条和上次同款设计师、同家代工厂、同批面料的升级版鱼尾裙。但你问他有没有卖惨？没有。2026年6月20日的釜山亚洲内容大赏上，他用实力堵住了所有人的嘴。当晚，他凭借《逐玉中梵常玉》一角入围最佳女主角。
同时以轻票后706.79万票的断层优势斩获最佳人气女演员奖。这个数字不是凭空捏造的。投票持续19天，覆盖14个亚洲国家及地区，粉丝通过批量注册账号，每日领取免费爱心、观看广告兑换票数等方式应援，被形容为微丝手搓。第2名韩国艺人金多贤约632万票，他领先超过74万票。领奖环节更是名场面，他先是用英语向全场嘉宾和国际同行打招呼，介绍自己来自中国，随后切换中文，感谢观众和粉丝，承诺希望以后能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，最后用韩语温柔收尾，对现场韩国粉丝说出撒浪嘿，3种语言，3种温度，被媒体形容为把感谢说到对方耳朵里。现场尖叫声不断，韩推相关视频和图片获得千转，网友直呼萌神发力甜妹到了国际舞台还是接地气。可就是在这样光芒四射的时刻，镜头一切她的脸怎么黑了1度，跟红毯生图判若两人。直播观众都愣了一下，心想这甜妹不至于啊。回头翻红毯图白到发光，再对比领奖那几帧，只能说是灯光师没走心。黑礼服配大颗珠宝，聚光灯全打在亮片上，相机一侧光直接把脸压暗，再加上颁奖礼那种硬冷顶光，神仙妆面也救不回来。这事儿其实挺讽刺的，普通人自拍还要找窗边打顺光，花大价钱办的盛典，连艺人脸上的光都铺不均匀，再漂亮的脸遇上死亡打光也得认栽。这锅田曦微不背？回到他的作品，你才能理解这些争议背后的底气。逐玉这部剧真正把他推上了新高度，爱奇艺、腾讯双平台联播热度均破万，她成为首位达成该成就的95后女演员。云和市占率峰值41.1%，成为2017年以来第7部突破40%的剧集，即均播放量突破8068万，刷新95花一番剧集纪录，登陆 Netflix 后登顶多个海外地区热播榜。她在剧中饰演的樊长玉，从底层屠户之女逆袭为铁血女将军，舔脸战神人设出圈。剧中单手扛猪、沙场杀敌等名场面全网刷屏。更让人佩服的是，她提前3个月训练力量，亲自上阵打戏，肩膀上的勒痕和后背的淤青不是特效妆，是实打实摔出来的。剧组拍戏的细节也值得一说。2026年3月22日，逐玉的一场直播里，工作人员用手电筒直接照射张凌赫的桌面，光线突然偏移，直直扫向了旁边的田曦薇。她此前刚接受过近视矫正手术，对强光极为敏感，下意识眯起眼睛。张凌赫的反应快得像闪电，没说话，迅速抬手将光源推开，身体同时前倾，用自己的肩膀和手臂在田曦薇面前形成了一道天然的遮挡屏障。这个动作不是剧本安排的，而是本能反应。网友们直接炸锅了，评论里全是这是什么神仙，售后张凌赫也太暖了吧，细节见人品。剧里的吻戏更是即兴发挥，3场关键吻戏全是没有提前彩排的。下巴上的指痕是田曦薇针掐出来的，红印子从耳根蜿蜒到颈侧。张凌赫下戏后拿冰袋敷了半小时。陈皮糖那场戏，张凌赫拆糖纸时忽然把糖含在自己唇边，低头贴过去，距离近到田曦薇耳尖肉眼可见的炸红。小演员推门闯进来那场，张凌赫那句出去是角色上身，声音压得极低，田曦薇没憋住笑场，导演没舍得剪，留着当彩蛋。这种失控感反而让观众心跳失速。弹幕里都刷疯了，说工业糖精吃腻了，逐玉把剧本撕一条缝，让真人往里钻。田曦薇能走到今天，不是靠运气，
她5部主演剧集实现全集有广，在95后女演员中数量断层第一。她还是95花中唯一达成腾讯、爱奇艺双平台联播热度均破万的女演员。庆功宴上，她偷偷把蛋糕分给场务，说自己只是李薇的搬运工，观众爱李薇的甜，却没人看到她给角色写了6000字小传，连猫咪名字都编了族谱。中传李明教授说过，大家愿意给老戏骨10年磨一剑，却嫌20家小花剑没开刃。可他们连磨剑的石凳都被直播了。去年新生代演员热搜里，演技之战3成，剩下7成是恋爱、醉酒、造型翻车。平台算法吃这套，艺人团队只好反向操作，要么雇保镖房偷拍，要么干脆直播生活，把隐私当预告片。田曦薇选了笨办法，多留一部作品。接下来她有《千朵桃花》和一部现代悬疑。剪了短发，晒到脱皮，之为贴近角色沙漠长大的女法医。她不是没有争议，酒吧杀青犯被带拍偷拍，她穿了件露腰短 T， 被解读成夜店咖。可同场男导演赤膊划拳，没人说他放飞。双标套路熟不熟？95花之要不在剧组，呼吸都是错的。2026年6月初，网上还转过他749万票断层夺冠的说法，但官方口径当时没跟上，对应的公开出口只有提名名单和釜山颁奖日期。直到6月20日颁奖礼落地，清票后706.79万票的数据才正式被证实。这种转得快和验慢的错位，本身就是信息时代的缩影。数字成了推进器，也成了争议点。田曦薇在釜山领奖时，红毯上穿了浅雾青绿礼裙，内场换了冰蓝色刺绣长裙，领奖时又换成黑色珍珠链式挂脖长裙。3套高定，3种风格。但她最让现场尖叫的，不是衣服，而是那个标志性的小猫比心手势。韩国粉丝用生疏中文给她写信，她在 Instagram 上分享并配文：因为你们，我也时常感到幸福。这种双向奔赴的互动，比她任何一张神图都让人上头。当天线下粉丝喊她欧尼，告诉她竹玉在韩国热度多高，她笑着回应，笑得比镜头里的任何一帧都真。